用朴素的茶具还原真实的茶品。大家好，我是真茶君普文。好，从昨天开始，普文已经在抖音平台已经开始做一个直播，给大家做一些茶的鉴别和讲解。眼前是今天在直播过程当中讲解的一款普洱茶，以这款普洱茶来做例子，把今天在直播当中的内容以中视频的方式再一次为大家输出，主要是为了让未观看的茶友能再一次了解到这个普洱茶生茶，我们该如何去做一个鉴别，及给已观看过的茶友再做一个深刻的记忆啊。首先我们看眼前的这款茶饼，这个普洱茶茶饼，大家看一下，有摆好黄绿色的叶，有墨绿色的叶，有灰灰的条形。从这个茶饼当中能看出来一些问题啊。看茶条部分啊，普文重点为大家讲述几个要点，记住这几个要点，你将会是评判饼茶的一个比较内行的一个人啊。第一，看饼型松紧程度啊，这个饼型的松紧程度是较为好的，它不会自然的一个脱落啊，这个是有效果啊，这另当别论。第二个，看这个条形，大家看一下这个条形是不是扁条形，那可以说这个茶一定是手工来制作的，手工来揉茶的一个条形。然后我们再来看采摘情况，第三点的采摘情况是，你看有各种不一样的颜色啊，这个采摘情况梗相对来说都比较显，叶毫都比较显。这个采摘我们从这个表皮表面我们基本上能预示得到啊，这个一看就是1芽3叶到1芽4叶的一个采摘方式。第四，我们来闻一下这个茶饼的香气啊，有没有那种焦糊味啊，还是那种茶条的有蜜香啊，有没有那种花香？在干茶部分能闻到蜜香的，说明这个茶揉茶比较重。然后我们再结合这个条形扁皮，我们来看这个茶揉茶是不会太重的啊。我们来看色泽，这个代表什么？这个就是汤凉的时间，这个叶子相对来说会较老，采摘的可能是3叶和4叶之间，这个颜色在汤凉的过程当中它是脱水比较严重。但为什么会黑？因为它在晒制之前，包括杀青完之后晒制之前，它的含水率相对来说偏高一点点，比这个肯定要偏高。那白毫就不用说了，是本身的芽头啊。然后为什么会偏黑？它的含水率的程度刚刚好，然后在它晒制的温度下就是阳光晒制的温度下，它能快速的干燥，相对来说就比较灰啊，因为含有叶面表皮相对来说会比较有毫相对来说这个叶面就偏2叶1叶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有毫到3叶4叶毫就很少了，就像看这个有偏黄的绿黄的，这个就是光膀子了，就是没有毫了。讲完第一部分看条形，那么来讲第二部分开汤。在讲开汤之前，普文要提醒各位茶友，这个视频内容相当丰富，且这个视频的时间较为长。如果你能把这个视频一一的看完，那相信你在评测普洱茶的过程当中游刃有余这就是普文要为大家输出的专业性的知识。好，我们现在来开汤，用100度的水温开汤，像180毫升的盖碗，普洱茶的投茶比例是1:15到1:20之间。那这一次的投茶量可能在8克到8.5克开汤的时间大概是在15秒钟左右。好，我们来出汤看一下。好，第二大开汤部分，普文首先给大家划分：第一个香，第二个汤色，第三个品茶，第四个看叶底。那我们先从香讲起，香分为热汤香和冷杯香，还有一个茶底香。好，我们先来闻一下热汤香这个茶的热汤香有一个兰花香，但是它又能闻到一些略微的清味这跟汤凉跟揉茶它是非常有关系的。我们等这个杯冷了，我们再闻冷杯香。我可以确定的告诉大家，冷杯香一定是蜜香。然后我们可以闻一下这个茶底，它的茶香有火香，就是那种淡淡的火香，但并不是一种锅味。我们喝的第一泡单点注水，我们在注水跟出汤的时间在10秒钟左右。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汤色，黄中带绿，但是黄色偏浅，通透度它就很强。从这个汤色我们来看，普文要告诉大家，如果是深黄色黄绿色，那么这个茶有可能是一个拼配茶。如果它是一个纯料茶，一般的颜色都是偏淡淡的黄，然后偏绿色。如果黄绿的浑厚，那可以断定无疑它是一个拼配茶。但是纯料茶它也可能是黄金汤，那黄金汤那我们再要结合
这个另外的叶底来看，如果叶底是灰黄的，那就是有焖过或者有偏红色的，有焖过的叶底，它可能是黄金汤，那也是纯料茶的一种表现。第3点我们来涉及一个品鉴，我们如何来品鉴这个茶？普文给大家总结了7字真言，在直播当中普文也是有讲到哪7字真言呢？香、甜、苦、涩、回、生、体。普文依次给大家解释一下。香就是指各种汤中的香，还有热杯香、冷杯香各种香。甜，那这个茶入口它的甜度如何这个茶汤的甜度如何？比如说它是清甜就是那种爽甜的，那这个茶原料纯料居多然后我们再来喝这个苦入口，你苦不苦？入口是苦的，然后散去还是咽下去之后回苦，那茶叶的等级就相差很多。然后涩，喝完入口之后它的涩有没有在哪一个部位呈现？比如说舌尖、舌苔，然后舌后根它的呈现，它表现不一样，它的做工就相差很大。什么叫回就是入喉之后回上来的那种甘甜是什么样子的回不回？有没有回淡水味能回甘？这就是好茶的一个具体表现之一。生，普文讲的生是生津，能不能在入口之后急速的让你生津？这个茶体是什么？体就是你喝完之后，这个茶在你身体里的一种体感，鼻腔没有那么通透，你喝完这个茶之后，突然感觉鼻腔通透了，两腮那种感觉，或者有茶气感觉好像是往头上升或者往水是滑下去的那种体感。第4点，那我们就要来扒了一下叶底，我们简单的拿一些出来，因为今天喝茶喝的有点多，大家看一下这个叶底是不是呈黄绿还有一点点这个是深绿的一个叶底这个叶底不是因为它制作偏精，这个叶底你泡10泡之后还是有这种绿色的叶底，这个茶的原料问题。叶底上我们又能看到一些什么呢？这一点点它可能是有闷到就会有一点点闷到，但是你比如说像这种这边上一点点它是有触的，触波相对来说时间较为长，所以它有一点变化。好，大家看一下这个叶底是不是看上去很有活力？有些叶底它就是死气沉沉的，如果叶底死气沉沉的，色泽偏灰的，那这个茶可能是有焖过的，尤其是有泛红比较严重，有可能杀青完之后就热的茶条焖了一下，这样的一个判断，我相信很多茶友老茶友在普文的专辑普洱茶的专辑里面，大家已经有一个深度的了解，有一些知识的储备。第一次看到普文拍摄这种视频的茶友，那你可以去看一下普文的一个合集，一眼看懂普洱茶，那里面综合一看大家都会明白。好，今天关于我们如何来评判普洱茶饼茶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视频就讲述到这里。喜欢普文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普文，普文一定会给大家带来真实的茶品，真实的原产地，真实的制作。我们下一期节目见，谢谢大家。